年前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准备好清账了。父亲，从现在开始，这里的一切都属于谭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只野狗。野狗只能捡垃圾。谭先生，该收利息了。这款西装是我们部门最新的设计，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条纹元素。这种拖泥带水的设计，是想让谭氏变成笑柄吗？再拿这种垃圾敷衍我，就给我滚出谭氏，懂吗？说话，听没听懂？听懂了，听懂了。菲菲，不要着急，设计这种事情，它得需要慢慢的打磨，你知道吧？把枪脖领改成双排扣轻脖领，收腰线提高2公分。用黑曜石扣替换镀金扣。至于这块发霉的衬布，王总您亲自试穿的话，倒挺合适。我当是谁呢？李小姐8年前像狗一样被赶出去，现在还好意思舔着脸回来呀？王总记性可真差呀！上周您在海外输掉2套红木生产线时，跪着求债主宽限的样子，可比狗虔诚多了。我1个月时间一定把钱还上。缺个狗价，今天就放你走。汪！你给我拿来！哇哦，王总现在倒够格代言谭氏新品了。毕竟吸血资本家这个主题，王总本色出演最合适。保安，来人呐！保安，把这娘们儿给我弄出去！给我滚出去！你不该回来。我这次回来要拿几样东西：你的权，他的命，还有你每晚睡觉抱着的我的旧校服。很高兴以后能和各位一起共创辉煌，多多关照了。李淑静，你费尽心思演这么一出戏，以为这样就能进谭氏吗？李淑静的顾问协议，实话，
亲自签的。老谭弄消失2年，现在终于出现了。死人签的协议，活人定的规矩。从今天起，秋冬季高岭系列的每一根线头，都得按我的规矩来。先不回家了，去个别的地方。8年了，你就学会烧这些废稿玩？你当年咬穿我锁骨的时候，可比现在厉害多了。我在给谭氏设计葬礼情节，主图就用你锁骨上的牙印，怎么样？毕竟这是谭氏唯一真实的东西了。与其烧这些废稿，不如直接烧了我。毕竟8年前就打算这么做了。当时的人是逃课少年。现在的人是谭氏总裁，倒是让我比以前更有成就感。那你这次记得换个绳结，毕竟你当年系的蝴蝶结可太容易挣脱了。你在这里烧的每一张纸，都在证明你忘不掉当年被你心甘情愿绑起来的傻子。但我告诉你，现在的谭氏，棺材里可装不下2个活死人了。小谭董不会以为这8年我只学会了缅怀吧？看清楚，我早就已经把自己的墓碑刻成攀岩钉了。你说，从谭氏的哪层开始坠落，可以听见骨头和谎言一起碎裂的声音？那就带着你的钉子住进顶楼。毕竟当年要穿我锁骨的，从来都不该是乖乖女该有的样。李总监的入职仪式真特别啊！需要我教你怎么彻底删除记录吗？狗东西，给我藏哪儿了？小谭董的早安问候方式也很特别，培根煎蛋没拍到。倒是录到你的人连 GPS 都装反了，需要我帮他们报一个技术培训班吗？喂，是谭建飞让你来的吧？没有。啊！ 你这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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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李书静，谭氏不是你的复仇游戏场。信不信我让你滚回你的羽翼里当你的丧家犬？一大早小谭董就这么大火气啊？是怕我抢了你的总裁椅，还是怕我抢了你的心跳啊？李书静，你以为谭氏是让任你剪裁的废纸吗？你现在未免太天真了一点。小谭董这是在关心我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也在关心你？毕竟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帮你清除董事会的老顽固，这样的话我就能帮谭氏集团把棺材本攒得厚一点。李书静，我现在不想跟你玩贴对贴了。这疤我疼了8年，我不信你现在心里没有我，我相信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有的。书静，我出差回来了。建飞，侧颜，小谭董来找我叙叙旧，顺便指点一下业务。哦，正式介绍一下，李书静，服装设计师，也是我的未婚妻。你好，以后就是一家人。你和我哥是怎么重逢的？聚会。是吗？我怎么听说是场交通事故？那可能是记差了吧。待会儿来我办公室，我们……不好意思啊，小谭董，我还要忙工作。随便一炸就给你炸出来了，看来你跟他真是毫无感情了。小倩倩，你看看你这个腰线画的呀，软巴巴的。今天晚上来我办公室，哥哥手把手教你怎么画。王总监的教学课需要直播吗？正好可以让董事会看看，您是怎么用材质不合格的理由，卡着秋冬季高领面料，转头批了20吨黑心棉给童装线。出去。李书静，你，我就卡，你怎么了？啊？有本事去跟死人告状去，要不要我陪着你去看看你爹的棺材本啊？王总监可真幽默，您刚刚撕的可是供应商给的特别返利清单呢。您猜这批甲醛超标的婴儿拂袖线是先烂穿孩子的肺，还是先烂穿您用回扣买的豪车轮胎啊？我警告你啊，在这里不要随随便便的污蔑一个谭氏集团的元老，小心我告你诽谤。是不是诽谤您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你现在要是把申请通过的话，我可以勉强忘记你手上这块表的价格，正好是您克扣童装安全预算线的金额。哼，李书静，你不是挺能耐吗？这批面料，老子就不批给你。等着秋季高领开天窗，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留在谭氏集团。等着。查得怎么样了？要弄掉这条老狗，还需要一些更重磅的东西。
大哥的心真大呀，居然留你这种绑匪独自加班，也不怕你半夜去库房偷绳结，给他也系个蝴蝶结。小谭董这么怀念当年，不如现在就把我绑去你大哥找不到的地方了。那我这次一定会系得紧一点，让你这辈子都逃不掉。你说的我差点都感兴趣了。舒静，你加班应该提前告诉我，熬夜伤身体嘛。刚刚去花店耽误了点时间，喜欢吗？看来大哥是一点也不了解舒静啊。舒静她不喜欢花，她喜欢……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了。建飞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呀？我来跟舒静探讨一下，旧物该怎么处理。建飞啊，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不过，哎呀，这凌晨2点的停车场不太适合酗酒吧？好了，小屁孩该回家了，我跟你哥也该回去了。让一下。李书记，我倒要看看，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怎么样？这个东西够不够重磅？我警告你这个女人，不要跟我动手动脚！你真棒！王金凯，8年了，你欠我们李家的债，该用你的血来还利息了。王总监的保暖黑科技可真特别。这里面每克填充物辐射值超标的127倍，刚好是你儿子的生日数字。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10年前像狗一样跪着求我的丫头片子，现在都装起人样了。谁不知道你进谭氏安的什么心啊？我这里还有你那个蠢儿子跟黑布材料商的交易记录，要不要大家都互相传阅一下？你们父子俩为了从谭氏捞钱，还真是又蠢又坏。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回扣问题了。要不要我给你科普一下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多严重？菲菲，我可是为了咱们谭氏集团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元老啊，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是吧？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出来，对谭氏的影响肯定非常严重，所以不能这么轻易解决了。你们俩是一起合起伙来坑老子是吧？够了，把王金开带下去，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批货必须马上全部销毁，不能流入市场。不是，菲菲，你不能这样，大哥现在昏迷，公司不稳呐。还有，这个小娘们是伪造大哥的录音，滚蛋！她空降谭氏集团，目的昭然若揭。起来！我告诉你，李书记，你他妈给老子滚出谭氏！不要动手！逃啊！谭左岩，李书记，你们俩给我等着！走，别乱动！不好意思，各位，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人渣，如此污蔑我的未婚妻。
好巧啊！装的倒挺像。还想骗我？这么久了，谭家只有一通电话，放弃你了。你说呢？我不信。你应该把我吊在这儿。我不听话。再见了。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所以你以自己为饵，引我入局。这不是你教我的吗？让礼物自己走进棺材里。真的是你吗？你觉得呢？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想你的脸，我会在我面前，温存悲伤笑脸。失去的你，再见。别丢下我！我到底有没有错？王金开那条冬季羽绒服供应链权限还没拿到吗？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剑飞对这块的把控异常的严格。不过春夏季的供应链他倒是松了口，利润也不低的。不行，我们必须要拿到冬季款的。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舒晴，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做到。不过我们也得慢慢来啊。是我太着急了。今天下午有空吗？等这件事情告一段落，我们去看场电影。不了，我要去收点债。王金开给我还的利息都还没还够呢。快点收拾完了吗？哎呦，不就出个国吗？那么着急干嘛呀？你知道个屁呀！快走！
东西都拿好了吗？你怎么来了？我带着王夫人来给你送行啊。你个畜生！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你要带着这个狐狸精抛妻弃子？哎呦，这个袋子里装的该不会都是现金吧？王总，您银行卡被封了，还能拿出这么多现金？不会是要带着这位美女去吃香的喝辣的吧？王总，您还真是神通广大呢。你带着这个女人滚吧，但是包里的钱得给我留下。你干什么？我跟孩子还要生活呢。你给我起开！李书静，我他妈弄死你吗？这位美女，你确定要跟这样一个破产的糟老头共度余生吗？王建开，你给我听好了，这钱就当咱俩的分手费，以后你别来纠缠我了。小兰，我还有钱，我有的是钱。你还有钱给别的女人？这钱都是我跟孩子的，我的。这是我的，是我的钱。我的，你给我！王总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你应得的我还没有完全还给你呢。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只野狗。李总监偷东西的姿势，可比当年劫我皮带扣时退步了。小谭董真是会说笑啊！我不过是来找一找王总遗落的业务能力评估材料。集团可没说过需要设计总监做这些小偷小摸的事。那看来小谭董该给我升职了。毕竟我帮你剪掉的，不仅是一块发霉的衬布，更是整条烂透了的供应链。不如把亚太地区面料采购全交给我，我保证夏季新品用的都是能过婴儿口水的 A 类料。不如我们做笔交易，你跟谭作言取消婚约，我送你一座钻石矿，反正你价钱我们谈去，为的不就是那割喉的东西吗？小谭董未免把商业联姻想得太廉价了吧？你哥哥给我的定情信物，可比钻石锋利多了。更何况，我跟你哥哥是真爱。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陈建飞？一去而行的飞鸟，对决满身的尘嚣，却会绕沿时间埋落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载人不往来的方向，圆不回的结局，打篮球步调射下满盘圈套，把过去刻入眉梢谈笑。跌倒了还要你当年咬穿我锁骨那下，可比这次疼多了。除非谭氏的股价跌破我父亲忌日的数字，否则乖乖叫我嫂子吧。一去而行的飞鸟，对局满
小谭董，约人谈生意，连杯写诗都不请啊？还是说，你怕这酒名让我想起些旧事？我跟你说的是，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送这么一份大礼给我，小谭董可是后悔当年的决定了。这算是重新给我的订婚礼金。这份礼金收不收得下，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小谭董，放心吧，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努力一下的。出去！你不让我活，我今天就用这把斧头送你下去，让你们全家团圆。我就知道像你这种又蠢又坏的人，一定会狗急跳墙。那我他妈也要先咬死你再说！又增加了一项罪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为了自保，把脏水全泼你身上了。你说，你是用这把斧头自我了断的好，还是等警察来？不过我听说，像你这种卖黑心棉害死婴儿的杂碎，在监狱里最受欢迎。我不会像你那个懦夫的爹一样自我了断。要么有本事杀了我，要么天天晚上爬你家窗户，我吓死你！姐，为了这样的人渣而毁了自己的人生，不值得。你要的复仇是让他活着，看自己变成蛆虫。李书记，你别后悔！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在装睡，你是不是怕醒来之后说漏当年你是怎么逼我爸签的卖身契？
次吸气都像气管里插着碎玻璃。我要你咽气前的最后一口气都带着忏悔。李总监的画工退步了。我记得你当年教我画人体结构图的时候，说从锁骨到腰线的黄金比例是欲望的等高线啊。小谭懂的记性可真好，可惜你忘了后半句。比例失衡的野心，也许会变成绞死自己的绳套。你现在都装得像个商业女魔头，但是我不知道你这出戏码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我想演到小谭懂，愿意把我想要的东西都给我的时候。是你跟我说过利用变不成爱情。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继续做谭作言的棋子，跟我死斗到底；第二，今晚8点来基地，把你欠我的那场正式约会给我补上。不好意思啊，小谭董，今天晚上8点，我跟你哥约了去试婚纱。好吧，这是你选的。李总经理，我是林夕，林夕设计的总负责人。李总监负责的秋冬款材料以后都由我供应，今后要常打交道了，多多关照。真是让小谭董费心了，这么着急塞人进来，监督我。对于你的事儿，我一直都很费心。那个方案明天早上交就行。行，那我改完了直接放你桌上。你的每一件事，我都很费心。小谭董，我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还会说这么肉麻的台词啊！你很闲啊？不闲怎么会有好戏看呢？别多嘴，你要的份额，我1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就说嘛，男人还得是小谭董这样的，最帅了。好，放心，现在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推进。问题的关键是，新产品一定要用上你手上那批新的专利面料。等我消息。我先挂了。这个时间还在游泳，林小姐果然是大小姐来体验生活的。工作要工作，休息当然也要休息了。我本来在等建飞，但一个人等他也太无聊了，就想说把李小姐叫过来一起聊聊天。林小姐，你到底想要什么？不妨直说。你应该也不差这点钱吧？姐姐，谭氏现在被你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能单纯的想帮帮建飞，帮帮谭氏啊？可是现在的谭氏需要的是变革。变革？谭氏是一艘巨轮，巨轮是不会轻易掉头的。其实我听说过林小姐不少故事。他们都说我什么了？娇滴滴大小姐，一心嫁人无心家族事业，相亲联姻战斗机，等等诸如此类的吧。林小姐，
你明明能用脑子吃掉半个商圈，怎么就甘心当一只镶钻的算盘，等人拨一下才响一声呢？要是能有别人替我费这脑子，我何必扮这女诸葛呢？倒是李小姐，明明能在国外当个高薪设计师，却偏要回这泥潭挖谭家的祖坟。李小姐该不会真信了复仇这种童话吧？林小姐这么爱替人收拾烂摊子，小心最后别溅自己一身泥。那有什么关系啊？换身新衣裳不就好了？小谭总，左言，你说婚礼上，我是挽着你的手入场比较好，还是随着你的影子走红毯更好？只要你开心，哪怕是踩着我的心脏走，都可以。要不要再试一套白色的？好啊，那你帮我换。他比较适合穿黑色，毕竟丧偶的时候不用换衣服。剑飞，怎么来这儿了？我听说你今天和林夕有个约会啊。你们来干嘛，我就来干嘛。没想到你和林夕进展得这么快。我和舒静刚订婚不久，倒是被你给抢先了。你呀，傻。要是早这样，当年林夕倒追你，也不会追得那么辛苦了。哦，我说剑飞怎么这么快找来这么靠谱的朋友帮忙？原来还有过这样的过往啊，可真是意想不到。严副总是不是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忘了自己还有个临时会啊？哦，我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怎么，剑飞现在想给我专门临时加个会啊？没错，就是我给你安排的临时会。现在召集谭作言部门所有人，对秋冬季高领加开个临时会。你去还是不去？现在召集谭作言部门所有人，对秋冬季高领加开个临时会。你去还是不去？刚好盯上这个业务的人多的是。好了，作言，你先好好上班吧，还是工作重要。全听你的。让他碰你哪儿了？这儿，还是这儿？李淑清，你到底要干嘛？怎么了？我已经是作言的未婚妻了，结婚的事不是早晚都要准备的吗？我知道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撒这个谎有意义吗？这可以是撒谎，也可以是真的。不如你把我想要的东西都给我。你能做到吗？你要是能做到的话，我保证，婚礼上只带你送的料膏。
这镣铐你不是8年前就想送我了吗？而你现在只能自己带着它，看我踩着谭氏的棺材板走红毯。想玩火？我可以把整座谭氏烧成你的婚房，但记住，这火里锁着的只能是我们2个死人。你这小矮子跟我胡搅蛮缠什么呀？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天天跟我装聋作哑是吧？你说谁不长脑子了？李书静，你是不是疯子呀？你说谁是疯子？林夕，我告诉你，别一天天给老娘装白莲花，靠着给谭建飞当人形合同章上位，你还真当自己是集团吉祥物了。哎呀，李大小姐您多高贵呀！就你这废稿，连3流设计师都不如，还想申请高级专利？你真当谭氏是你家开的呀？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个字你到底签不签？我不签，我不签，我不签！就算谭建飞来了，我都不签。爱签不签？这李书静真是个疯婆娘！谭建飞，你当初就是为了这种疯女人拒绝我的婚约？有趣吗？这疯女人把老娘当活靶子打，你管这叫有趣？你还想不想让我替你做这个项目了？项目当然给你做，不过这出戏我还挺想看的。但是提醒你一句，李书静可不是什么简单任务。谭建飞，你到底是借我的手对付李书静，还是拿我当靶子给他练枪啊？这项目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加油！喂，麻烦让一让。谭建飞，我加你大爷的油！气死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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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人用慈善联名款抢走了我们70%的预售额，她还打着公益旗号垄断面料供应商，现在全行业都站在她那边，连董事会都向我施压，让我暂停秋冬高领项目。谭建飞为了不让我碰这个项目，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气死我了！冷静一点，他的商业向善可没这么干净。看。他合作的山区工厂根本产能不足，所谓手工编制面料，全是从海外代工厂贴牌倒卖的工业货。等等，这个公司的法人，这是谭建飞旗下控股的空壳公司。林夕这是踩着道德高地想要给谭氏洗白啊！马上把这些材料打包发给媒体。不止如此，他宣传片里的扶贫车间早就在2年前停产了。找几个被辞退的工人去录视频，定把他那慈善女王的人设砸成碎片。就算这样，我们依旧没办法拿回秋冬高领项目，并且可能会迎来他们更强烈的反扑。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出那个女人的弱点。他7岁那年，画这张全家福的时候，唯独没有把老家伙的脸画全。你说他那个时候就猜到，他会被我们谭氏逼到家破人亡吗？你呀，爱翻这些垃圾的毛病，倒是和当年偷他日记本时一样。当年是大哥你说，舒静将来是要嫁给我的，
我得护着她。现在你又说你要娶她，大哥，你不是一个好演员，这么拙劣的把戏，你演不了太久的。这人啊，总是会变的。当年，老家伙一心想要让我继承谭氏，可后来呢？他变了，舒静也变了。他不会再爱你了，将来他是要嫁给我的，护着他的人也会变成我。你护着他的方式，就是让他变成谭家的祭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让他知道，你身体里没有谭家的血脉，你觉得他还会和你在一起吗？你以为他在乎这一切吗？他早就全部知道，可是他还是要嫁给我，为什么？因为只有我才能给他最想要的。你最想要的，不过是谭家那点棺材本，而舒静想要的，是整个谭家灰飞烟灭。而你，他最恨的谭家的血脉就在你的血液里奔涌。弟弟，你每次摸他，碰到的是他的温度，还是你父亲勒死他父亲时那根麻绳的触感？李淑静，你这个人真的很过分，你约我还迟到。你是谁啊？李淑静呢？小谭董这个样子，不像是要找我聊工作呀。这杯酒叫京剧诗吻，你猜它喝起来像不像18岁那年你往我嘴里塞的野柠檬啊？小谭董这是借酒装疯啊！可惜醉成这样，连杯酒都调不好。你真该学学你哥，他连砒霜都能调成香槟。我又记起了你的笑。你瞧我小谭董的样子，可真是太虚伪了。还是当年你咬穿我锁骨那句话说的比较诚实。谭建飞，你为什么总是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当初是你们谭家先把我推下的地狱，怎么现在反而装出一副救赎者的样子？你听见过吗？对不起，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恨你让我连恨都要计算计量，多一分怕心软，少一分又怕露馅。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变成了美，永远。
倒要看看，是谁欺负我姐。你是李淑静的弟弟？我可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现在你知道了，我叫梁羽生。那个项目还给我姐，就当我欠你个人情。小弟弟，你的人情值几个钱啊？什么小弟弟那么难听啊？这个忙你到底帮不帮啊？我这个人吧，就只帮朋友的忙。你要是能把我喝开心了，我就当你是我的朋友。酒量比你姐好。不许你叫我小弟弟，也不许你说我姐坏话。你怎么还不服气啊？走，我们去换个地方。淑静。回来了。回来了。你昨晚去哪儿了？没去哪儿啊，林夕那事儿可能搞定了。什么？林夕那事儿可能是搞定了吧？谭建飞还算是个男人，这事儿办的还算是地道。你在说什么呀？跟谭建飞有什么关系？明明是我。你搞定的林夕？是啊。干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也不是。老弟，你不会用那种方法吧？什么方法啊？不会白睡你的，项目送你了，我走了。我真的走了，再见。你别走。怎么，想让我对你负责吗，小弟弟？我是说，你要说话算话。肯定算话。李总监这么厉害，居然林夕都被你搞定了。你昨晚也挺厉害的。这么多人呢？你等等我。既然林夕走了，那我们就把秋冬季的高岭项目交给李淑静总监负责吧。李小姐能独立完成吗？郑总觉得独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是像你们部门这样独立搞出3个亿的财务漏洞，还是像我这样独立把漏洞变成收购对手的筹码？你够了，李总监可以。
我相信他。舒静和剑飞是不是有什么情况？李小姐昨天晚上可能和小谭董……说，李小姐的耳钉昨天晚上落在小谭董家的卧室角落了，今早保洁交上来的。督促一夜，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在讨论秋冬高岭的刺绣走线啊？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的。滚啊！李总监的手咬剪裁还是这么刁钻啊。不过，这弧度误差好像比当年多了0.5毫米。那小谭董可以换个裁缝，毕竟连衬衫扣子都能记错的人，看东西尺寸有误差也正常。那全世界只有你最符合了，毕竟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懂我了。在公司呢，走开。小谭董最近很闲呀，没事就来指点你嫂子的工作。大哥，这话说得太早了，毕竟婚期还没定，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是吗？我今天来，就是和舒静商量一下婚期的事情。舒静，我们定在下个月，你看怎么样？私事我们私下再说吧，毕竟是在公司。不愧是我的李总监，这么爱岗敬业啊！那大哥就不要在这里打扰我们两个商讨工作细节了吧。舒静，跟我去个地方。好。你要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啊？系好你的扣子。这架钢琴的音板裂缝，像不像你父亲咽气时的喉骨碎裂声？说，东西藏哪儿了？东西在墙壁雕里。老李把他的身家都压在了第几个音符？畜生！你放开我吧！你放开我吧！畜生！你爹跪着求我的时候，他可比畜生还听话。谭副董翻人旧宅的癖好，倒是比聊生意时坦荡多了。李家的债，谭家的血，还有你我之间那一点点心照不宣的利用，都快被谭建飞搅得烟消云散了。谭副董，你是不是忘了怎么把仇恨刻进脑子里，
这点我从来都不用人教。不像你们谭家人，连葬礼上流几滴眼泪，都还要翻族谱现学。今天晚饭我们吃什么？这个女人还真跟谭左眼出去了。舒静，那你就正式的嫁给我。我可以名正言顺的陪你挖出谭家的祖坟，否则你永远只能是谭建飞最血的共犯。还不到时候。你还是舍不得他，李淑静，你太可悲了！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这间房子的每一块砖都刻着他父亲杀死你全家的声纹啊！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呀！谭左眼，你冷静一点。你干什么？谭左眼，你放开我！放开！我今天一定要得到你。谭左眼，为什么呀？从小到大，你什么东西都要跟我抢，从来没想过要跟你抢，是你自己太贪心。但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你。李淑静，你以为他就比我干净吗？当年你父亲上吊的那根麻绳，是他亲手递的。你信吗？我信你。记起了你的笑，好久没见到，在梦里贪图一个拥抱，都成全不了。
有没有受伤？冷吗？你听见过吗？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怎么样？还冷吗？我不听话，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凭什么没永远？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想你的脸，我会在美好面前温存每张笑脸。这么着急去上班啊？不然喝完咖啡再走。小谭懂的待客之道，是弄丢客人的第2颗衬衫纽扣吗？这是我的衬衫，怎么反过来指控受害者？好吧，那给你30秒准备早餐，不然我就空腹去开会。生分浓缩，可颂加热到38度2。昨夜的体温。那看来温度就要送去检修了。我正常的体温是36.5摄氏度。那我们就现场测测。谭建飞，你干什么呀你？别闹了，别闹！太闹了！谭总，昨晚李淑静又在小谭董家过了一夜。我知道，别他妈再跟我提那个女人的名字了。那她的行程还定吗？定。好。等等，有老家伙的消息了吗？还没。这个李淑静可以啊！谭副董有何贵干？淑静，昨天是我不该用那种方式。谭副董，道歉的话就不必说了，毕竟已经是昨天的事了。我就知道淑静最大气了。这个，这件事我不会再提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嘛。没想到谭副董如此天真。我要是现在说我们还可以合作，你会相信吗？
掉了。谭副董需要我教你怎么捡东西吗？先弯腰，再低头，然后出去，不要再骚扰我了。李淑静，你在我身边装了这么久的乖乖未婚妻，就为了今天这副嘴脸呀？不要逼我！不好意思，谭副董，我以为你又要像昨天那样对我呢。李淑静，李总监，你没事吧？去叫保安上来。我看某些人好像还没有学会用2条腿走路。这东西你消毒完捐给流浪动物基金会。李淑静，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动手！李总监的行程表该添加新意项了，每个周五都得陪老板郊次游。一点都不像我，技术越来越差了。看来成为小谭董之后都没时间画画了。当当当，西区那家面包厂要关了，这是最后的情人可送，晚了可就吃不到了。我坐哪？打车吗？哎，你干什么啊？我帮你系安全带啊！哎呀，你在演什么狗血剧情？你勒到我脖子！哎，对不起。哎，对不起。会不会解？这热量都够抵我半天会议了，所以今天报告你替我写啊。李总监是不是应该重新学习职场礼仪呢？至少应该说句谢谢老板吧。我告诉你，职场性骚扰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哪儿？秘密。幼稚。嗯，你最成熟。你想不想要这个呀？想。那跟姐姐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我就送给你，好不好？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了好了，你赢了，给你。谢谢姐姐。不用谢。李总监的谈判技术退步了，连小孩都玩不过了。小谭董倒是进步了，之前还只会捏兔子，现在改行抽象牌了。哎，头上有东西。哪儿？幼稚。这么多人呢，现在没了。谢谢，给您添麻烦了。不会。来，快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我送你一本我最喜欢的童话书。谢谢你，不用谢。跟姐姐说再见吧。姐姐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不好？好。哎，好，我们走喽。哎，爸爸！哦，哈哈哈！哦，哎！又记起了你的笑，好久没见到。还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看童话书，我们还因为这个吵过架呢。但我现在只相信过期童话，比如王子变青蛙的化学实验。走了。那我送你。不用了，我还要去个地方。好，我马上来。我出去一下，你看仔细了，千万不能离开。好的，梁先生。当年你逼我拔自杀，听我妈说她只用了3天就做了决定。现在我给你30秒喘气，你说够不够品尝她当年等死的滋味？别急，还是等您的亲儿子谭建飞亲手给您盖棺板。到时候，我会穿您最恨的那条红裙跳舞。什么？你说我妈失踪了？我已经查过了，医院的监控什么都没有，可能是他被带走时刻意躲过了监控。不行，你帮我把所有的监控再调出来一次，我要一帧一帧的找。李总监这副模样，倒是比婚纱店试衣时更加动人。大妈，来个舞唱《窦娥鸳鸯》。你到底想要什么？股份、专利，还是把我绑去婚纱店当众磕头？你尽管开口。真狼狈啊！8年前，你父亲吊在梁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这么救过老东西啊？
可惜啊，我现在只对活筹码感兴趣。谭作言，你他妈找死！这么着急演苦情戏啊？要不要我给你配一个 BGM 呀？放开他！小谭农这是闹哪出？8年前我爸挂在梁上时不见你逞英雄，如今倒学会装圣人了。舒晴，我们可以……你闭嘴！谭作言，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谭正恩。怎么样？有线索吗？还没有。老家伙原来真在你们这儿。转移谭正恩的事情安排怎么样了？直升机几点到？基本上都准备差不多了。直升机40分钟后降落天台，但谭作言要求我们先交人。他这种鬼话你也信？如果伯母真在他的手上，他肯定会发一段实时视频。你当他慈善家吗？我们先不要着急，再好好等一下。你当然不着急，你是怕把谭正恩交给谭作言后，谭氏总裁就变成了谭作言吧？你就这么想我？我根本不管谭正恩到底在哪儿，在谁手上，我根本不在乎。但我知道，如果你现在找人，就是在给伯母的棺材板上钉上最后一根钉。姐，这件事情确实有问题。谭作言一直拖延时间，不肯当面换人，是有些不对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阿姨根本就不在谭作言手里，又或者是阿姨自己跑丢了呢？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要试一下。谭正恩我们可以交，但我们一定要先见到阿姨之后再交人。万一我们唯一的筹码交出去之后，没有见到阿姨，我们就被动了。哎，你这脑子是用来吃的呀？打早了，跟那疯婆娘一样瞎折腾。这会儿可算睡着了，可不是嘛，终于安静一会儿。这会儿是不是有点太安静了？过去，人不见了。活口，我要的是活口！你们他妈这帮废物，连一个疯婆娘都看不住是吧？看不住就别他妈回来！监控死角太多，还是没线索。舒静，如果没有我妈的话，我就真的没有家了。舒静，我会帮你找到阿姨的，我也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以后也可以有一个孩子，你不会没有家的。我们可以想尽很多办法。你滚！当初我爸就是在这里被你们谭家逼死的，现在连我妈也过不上安生日子。对不起。舍不得让我自生自灭吗？我会留你一条命，不只是你，你们谭家的每一个人都得给我活着，等待着我亲手将你们推进地狱。我只是想让你留下来，我可以是你的同谋，我可以是自愿跟你来这儿的。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就只求你能够留下来。
谭建飞，你现在是在跟我保证什么？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将你留在这里自生自灭。你要想跟我谈条件，等你坐上那个最高的位置再说吧。我只是想你留下来，希望你每夜起身的时候，你的灵魂花园都能少一点荆棘。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给我多一个瞬间。我的灵魂花园里早就已经养了一条毒蛇了，随时都准备踩着荆棘前行。亏欠，凭什么没永远？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如果我不是谭氏的人，你还会靠近我吗？你还会和我在一起吗？温存每张笑脸。不管我是不是谭家人，你是不是李叔叔的女儿，我注定要与你纠缠一生。再见。这样你就能看到谭传文的儿子在同一个地方死掉。只要你心里能好受一点。你姓谭，你的血管里流着逼死我爸的毒。我不希望我未来的孩子也顶着谭鑫活在这滩脏血里，你懂吗？长鼻点，要见血才能弹出。我是静儿，我是静儿，你看着我，我是静儿。静儿，妈妈教你画爸爸的心脸，心脸，爸爸，爸爸的心脸，画静儿。从今天起，谭副董的所有业务全部停掉，他需要回家好好养养伤。谭建飞，你以为你在谭氏能一手遮天吗？你觉得呢？是时候回去了。看来谭副董过得也不是很如意啊。风凉话就不用说的太多了。之前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没什么好考虑的。我一直都认为你是谭氏集团的董事长。
城西仓库，走。你们这帮大男人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你们这样突然过去，就不怕王金开来个鱼死网破啊？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来帮我的小弟弟啦。那你有什么方法吗？来之前呢，我详细的调查了一下王金开的家庭情况。我的办法就是赌一赌他还有没有最后一丝人性。李书静，你终于醒了。你以为你凭什么拥有现在的一切？靠着这张脸去勾引谭家兄弟？我告诉你，没了你这张脸，你什么都不是。你以为你把我毁容了，我就会怕你？对了，你求我，就像你爸当年跪着求我那样求我。你信不信我能大发慈悲，给你留着半张脸，让你去你妈的坟头给她哭丧？那你可得把我的舌头也割了，不然你做的这些恶心事，以后我会一字不差的全都告诉你女儿。你该求的人是你吗？好，那我就成全你们，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冥顽不灵。爸爸，爸爸。爸爸，怎么？你要在你女儿面前当个杀人犯吗？王金开，如果你现在收手，我就让谭氏撤销几个对你的指控，大不了就是进去蹲2年。但如果你继续在这里冥顽不灵，那可就真是万劫不复了。难道你真要在你女儿面前做一件让她一辈子都会有心理阴影的事情吗？爸爸在玩拯救公主的游戏呢，爸爸演大坏蛋，姐姐带你去拯救公主，好不好呀？好呀，好呀。走。来，把它绕过来。对，真聪明。来，小英雄，你可真厉害，我都被你救了，谢谢你。小英雄，到爸爸这儿来。爸爸。爸爸，你是坏人吗？你要的东西在赵有才身上。你没事吧？他已经被公安部门立案调查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比你想的更肮脏，你还会选我吗？我会亲手剜出你的心脏，再问他疼不疼。他早就为你疼了8年。是吗？
姐，凌晨4点连环夺命 call， 你当我是 AI 客服啊？昨晚谭正恩跑了，但你先别管他。为什么呀？先去找一个叫赵佑才的人，动作一定要快。赵佑才，有点不对劲。当年父亲用这支酒来庆祝我进入董事会，如今倒也适合用它来祭奠我的忠心。体面点管，别逼我撕开你那些脏事。体面？你是指像你这样被李书静当作狗一样的拴在床头，还自诩情深？我警告你，别再用你的脏嘴提他的名字，离他远一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一个情深意重啊！你说，如果他知道了当年的事情，你全部提前知道，甚至参与其中，你说他知道这真相会不会捅你一刀啊？我没有参与。这句话只有你自己信吧。替我转告他，你这个咬痕里藏着的秘密啊，够你们互相捅刀到下一辈子了。爸，您总说曼陀罗花有毒，可不带点攻击性，怎么撕开蛇的七寸？再等等，很快就会有人来给您赎罪了。王金凯、谭作言、李书静，你下一步还要做什么？爸，当初你的厂子现在已经被评为市内优秀老厂区，虽然它还在谭家手中，但我会想办法让它回到我的手中。赵佑才，这得从老厂区的名单中找吧。凌晨4点都能被李书静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梁先生，你觉得这合适吗？你怎么来这儿蹲我了？这要是让别人听到，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我管人家怎么想，本来你就是脚踩2只船，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吧，李书静找你干嘛？没事，就是问我他妈妈疗养的事。他妈妈凌晨有点不舒服。好，好，好，4点钟从我身边爬起来就走，现在随便找个这么烂的理由搪塞我，梁先生，我们什么关系啊？你就不能哄着点吗？李书静难不成发现了什么关键问题，要这么着急去验证吗？这事儿要不要告诉老东西？我请你吃早餐吧。医院食堂的早餐啊？哦，你要是不喜欢吃的话，没说不吃。走吧。
看到我惊不惊讶？我们明明才刚结束合作关系不久的呀。你现在满盘皆输，拿什么跟我谈条件？你不会真以为谭建飞是什么好东西吧？你以为他没有事情瞒着你吗？你还是先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再说吧。但是下一次，你要再敢动我母亲的话，再动一次，李总监，你不会再跪着再求我一次吧？神经！李书静，哎呀，李书静啊，这就当我送给你的临别礼物吧。八卦舆论，谁不爱讨论水性杨花的女人呢？谭氏高层关系混乱，实在不堪。谭氏不需要这种私德有亏的总监。李书静，滚出谭氏！私德有亏，在座的各位，包养情人、金屋藏娇的不在少数吧？怎么，轮到我就双标了？自从你来了谭氏以后，公司的麻烦接二连三，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赶紧滚出去！对，滚出去！对，太让人失望了。我看谁敢！彻查发帖人，半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果。是。李书静操刀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他走了，就靠你们这群酒足饭饱的废物撑起谭氏。别再让我听到这种话，否则就都给我滚！散会。不要在意那些话。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女生了。你已经看这些文件看了快3个小时了，快休息一下吧。谢谢。我就不信这个赵有才凭空消失了。陪我去游泳。好。哇哦！我竟然不知道小谭懂游泳，游得这么好啊！你懂什么？这是我们谭氏独创的危机应对训练。你看，福利测试很成功啊！小谭懂可真厉害，必须让全公司学习。哎，李书静，你别！3、2、1，笑！你别，快删掉！别拍了！你快给我删掉！删掉，拿来！留一张，留一张！删掉！啊，不能发！好，删掉可以。再拿王金开以前的资料来换。你不是来陪我游泳的。毕竟秋冬季高领发布会迫在眉睫了嘛。你想要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呀，能给的我都给你。感动了吧？怎么谢我？这还要谢礼啊？大男人这么小气。你不是会游泳吗？
教我游泳吧。可以啊，但我的学费很贵哦。学不会的话，要赔终身会员卡。别逼我，赶紧离开！赵叔想干什么？送我去见我爸吗？8年前和我父亲死亡是同一时间，而且谭氏从未对外公布这个事故，所有的新闻报道记录全都被人为抹去，连股东会的档案里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他们到底想隐藏什么？帮我查一件事，8年前的谭氏旗舰店坍塌案。看到这么晚啊？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跟我说，只要你说，我都可以满足你。那你给我打钱，先来10个亿。开玩笑的，这么有钱啊？最近别太辛苦了，别太累了。谁啊？我找到当年旗舰店店长了。小弟弟。赵叔，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李正直的女儿。我不认识你，赶紧离开！赵叔，今天我是来听一个故事的。您还记得8年前谭氏旗舰店坍塌案吗？可是死了好多人呢。别逼我，赶紧离开！赵叔想干什么？送我去见我爸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吗？他们不都是您的朋友吗？赵叔，想要活得安稳，就不要背着债活着。爸，我马上就能还您清白了。谭建飞，你站住！
棍遮教你的秘密。谭建飞，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拿到这个证据，用了多少努力？舒静，是不是只要有人妨碍你复仇，你都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是我太蠢了，竟然相信一个姓谭的人。谭建飞，你别逼我更恨你。对决满身的尘嚣，却会让眼世间埋了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圆不回的结局。打乱脚步调设下，满盘圈套，把过去刻入每场谈笑。跌倒了还要寻找旧的记号，满页试图隐藏的过去。下一页掀开这是非之地。离去而行的飞鸟，对去满身的尘嚣。你的深情忠告，也世间埋落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世间埋落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来的方向。你帮我去赵有才的家里和店里再找一找，还有没有录像带的备份？好，我马上安排。自言说的话，你听见过吗？
想你的脸，如果你只是冬眠，等水面平静了，这里会留下我们的初吻。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凭什么没永远？谭天飞，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还好我赶紧过来了。你都烧到40度了，死不了。没听说过祸害1000年吗？像我这种坏女人，命硬得很。别这么说自己。录像带还能找到备份吗？谭建飞，你昨晚做梦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以后不会了。扔了吧。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12岁那年，是他教我调的颜料。他说，黑色要混着血，才能调出最纯粹的暗。是你逼我的。传说中的赵副董竟然从海外回来了，别乱吃，你不想看吗？李书静在哪儿？好像在设计室。好像，下次再让我听到“好像”这2个字，你就不用来了。听说公司来了一个新设计师，能耐大得很呢，把公司搅得昏天黑地的。早就听闻负责海外业务部的赵副董声名远扬，如此年轻就身居高位，我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跟我比，你确实不配。我们团队呢，不给什么野花野草留位置，你最好学着怎么做一个听话的裁缝，明白吗？如果我不明白呢？简单，那我就教你明白。大名鼎鼎的小谭董，居然在这儿偷喝蜂蜜 whisky， 这么甜的喝法，可不像是刚挨了巴掌该有的消遣啊！你不看好你家的小狼狗，过来看我的笑话，你看起来也很闲啊。
只可惜那小老狗心里全是什么那些证据，凌晨3点了还在那儿看监控回放。他整天就想着帮李书静找证据，没意思。李书静不是他姐吗？哇，没想到小谭董这么单纯啊！他们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纯友谊？书静，走开！你以为赵柔只是来夺权的？她真的非常危险。所以呢？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帮我？书静，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是谁轻易就烧毁了我苦心得来的证据？现在又来跟我装什么好心？如果你不能让他现在就滚出谭氏，就别在这里跟我惺惺作态。所以一直以来，你只是把我当做报复谭氏的工具。工具？我一直以来靠的都是自己，可我后来信了你，我得到了什么？你让我这8年的努力看起来就像是个笑话。书静，你放开我！滚！你，我现在让你滚，你没听见吗？走，雨生。面料入场的事已经搞定了。按照你之前回忆里，跟王金开和赵有才有关系的人，还有我们新作账本上的几个人，他们都没有拒绝。我就知道，谭氏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就算让他们全都下地狱，也没有几个是冤死的。没能拿到王金开留下的那本录像带，我们始终是缺少证据的一环。现在我们只能证明，他们都有问题。但要还原李叔叔当年的真相，我们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了。都是给谭正恩那个昌鬼做事的，能把他们一起拖下水，已经足够。至于爸爸当年的那件事，我觉得我应该去当年事件的源头调查。你是说要亲自去工厂？这太危险了。不管那里是什么龙潭虎穴，我都要去闯一闯。那你记得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和我说呀。放心吧，小屁孩，你姐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快走，快走！你没事吧？好久没见到，在梦里贪图一个拥抱，都成全不了。小屁孩，你是不是谢谢都不会说？我自语自言说的话，你听见过吗？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干什么？你有毛病啊！我刚刚真的是闲的去救你，就应该让那几个人打死你。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给你的亏欠。喂，至于吗你？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在乎我的人了。小屁孩，你跟我比惨，你连屁都不是，真正的惨
是倒在泥里还要把自己烧成灵火。我告诉你，你的命是我从地狱里救回来的。你想死，先把我受过的苦都给我尝一遍。这个赵柔来者不善，他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我要想办法借力打力。梅尔小姐，李总监现在正在忙。你们今天谁都别拦我，我倒要看看这么大坛市还有没有人管。我今天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必须要拿到这批货。丽来了，晚一天，我的慈善晚宴都耽误不起。但是您的交货周期是下周5，而且您没有提前给我们发邮件。Mary 小姐，贵司的订单白纸黑字写着下周5交付，您现在来闹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啊？订单上写的是最后交付日期，但是我今天就要拿到这批货冲业绩，你们谭氏是交不了吗？ Mary 小姐把我们谭氏设计部想成什么啦？您可以动用所有人脉去打听一下，今天如果连我设计部都交不出来的东西，我看市场上谁家敢接这个单子？怎么，你们谭氏不拿钻石客户当上帝吗？当然，谭氏任何时刻都以顾客要求为先。您是？我是董事会副董赵柔。你好，从今天起，我的下属将与 Mary 小姐对接，李设计师暂停一切业务。Mary 小姐从今天起就见不到她了。里面请。行。静姐，刚刚那个客户好像是钻石级别的 VIP。没事，你们都不用管。要不然您去道个歉，亲自带人家办赶工，就算到时候做不出来，也卖人家个面子。不然赵副董新官上任3把火，我们还要拿您开刀了。等的就是他把这把火烧起来，省得我措手不及。要不然我去替您道个歉，毕竟是我们的钻石 VIP 啊。今天甲方随意更改时间，我们忍了。那明后天，他们再要求降低谭氏设计费怎么办？一再忍让，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地践踏我们的底线。你们都不用管，出了事我负责。好吧。李设计师真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今天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我们谭氏直接丢了一位钻石级 VIP。赵副董，这是什么意思？是杀一儆百，拿我做文章？这么好的机会，当然。我现在宣布，李设计师被公司解雇了。刚刚 Mary 女士跟我通了电话，说明了前因后果。李淑静，即日起你下派到工厂，重新学习业务。李设计师已经被解雇了，他不用去工厂的。第一，这是 Mary 女士做出的让步，她提议让李淑静到工厂重塑职业素养。第二，我们谭氏没有因为甲方而迁怒自己人的规定。可是李淑静她……赵副董，我看你是在海外不待久了吧？回来连自己人都不护着了，这样谁还敢给赵副董卖命啊？看来我在谭氏的履历又要再添上几笔了。把这些碍眼的东西都给我清理掉。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包就送给你了，就当做是辞职的礼物。
明天不用来了。这杯子倒是可以给李书静当骨灰坛。谁的手再碰这里的一张纸，我就让他抱着离职协议跳坟化炉。萧谭董，怎么这么大火气啊？你这么在乎李书静，她好像不怎么领情啊。这跟赵董没什么关系吧？是没什么关系，但是李书静到创阳厂就跟我有关系了。你说她是流水线故障呢，还是钢筋坠落呢？那你最好祈祷她还活着，否则我保证你的每一根头发都绞进机器里。你吓到人家了，小谭董。我配合的还不错吧？李设计师既然得偿所愿的话，记得明年开春的设计款。新春设计款，整个市场我只做您的项目。李设计师真是个痛快人。不过我有一点好奇，像您这样有归国背景的设计师，为什么非要去那破厂子呢？谭副董最近很闲啊，都有时间跟我叙旧了。赵副董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不在小岛享受日光浴，怎么突然回国了？我这个闲人吧，想要入股赵副董，不知赵副董肯不肯？我呢，胃口大得很，什么盘子都敢吃。只是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亮眼的牌码？如果赵副董回国的目的是想搞走谭建飞，那我的牌可足得很呢。眼下兄弟戏强，到时候有什么事儿，你们又其利断金了，我可不陪你们玩。还想赚海外部的钱，海外那些烂账，还想让你们兄弟俩赶紧去填窟窿。这边已经好了啊！那摊开点，摊开啊！这快干了，仔细这点啊。好，收起来吧。你好，请问是赵师傅吗？这个是不是不太均匀啊？大小谭董都不来，怎么派了个陌生女人来？怕不是来走个过场的吧？这一批布料的颜色每次出来都不一样，总是跟样品有色差，这很难通过客户的检验啊。这个染得不错啊。创阳厂主打的是纯手工定制和非遗植物染色，色料氧化时间和状态决定了上色程度。像今天这样的光照、气温和湿度，氧化时间应该再延长2分钟。湿度控制在50%，这样才能保证每一批面料出来的颜色都很稳定。你确定？纯手工的非遗面料想要稳定出品、面向市场，光靠你们的口口相传的经验完全是不行的，必须得从中总结出科学的规律。
可以了，2次浸染，氧化时间适度控制好，这就是最终的成品。颜色没问题，跟样品一模一样。不错，对，真好看。现在你还觉得我是过来走过场的吗？从今天起，严格按照我给出的氧化时间表执行。之后的大货颜色每减1个度，你们的年终奖就少1个0。这小姑娘挺厉害的，可不是吗？这样的残次品，怎么与当年父亲被定罪的那批布料如此相似？来布料厂果然来对了，这到底藏着什么猫腻？我一定要查清楚，当年那批布到底是谁经手后变成残次品的。可算是忙完了。是啊，这一天太累了。我明天能歇一天。哎呀，我不行。我也不行。在工厂适应的怎么样？我现在是以董事长的身份问你。我在工厂适应的挺好的，不劳小谭董费心了，可以了吗？你身体不好，这里的古法染色是重体力劳动，你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小谭董现在倒学会关心人了。你烧内卷录像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会窒息啊？如果我说我烧录像带是为了保护你，你能不能信我这回？赵柔突然空降，来这里针对你，我现在还没查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吗？小谭董是怕我看了内卷录像带，报复您，拖累您。您如果没做好跟我一起下地狱的准备，那就离我远一点。谭建飞，你要是再敢妨碍我的事情，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让他替你在我爸坟前忏悔。那我们之前算什么？你清醒时的沉沦吗？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啊？谭建飞，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离我远一点。你对我隐瞒越多，我就越恨你。姐，上车。经过账目核查，谭建飞负责的项目出现了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海外部的正常运营，所以从本月起，将暂停他的所有业务。赵副董这是在公报私仇吗？是啊，我来试试小谭董财务上有没有嘴巴上那么硬。你要有什么异议的话，可以向海外部提出申诉。那赵副董就别怪我下手没轻没重了。花好香，小静喜欢的，小静喜欢。对，淑静她喜欢花、美食，还有染料。你是谁？你怎么知道小静的？嘿嘿，小静啊，小静很厉害，她是，设计总监，画画。李总监的设计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妈，我来了。可厉害了，画画。来，妈，给我吧。我给你放好。妈，我现在已经不是设计总监了，我回厂里了。回厂里？厂里
不能回厂子里！不要！妈，没事的，没事的。现在厂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不会再出事了。妈，你放心，有我在呢，不会出事的，好不好？我买了你最爱吃的橘子罐头，我打开给你吃，好不好？来。工厂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谁让你来的？哦，小谭董财大气粗，不是直系亲属，也没人敢拦你是吧？来，张嘴。我怕你工厂工作太忙，没人探望阿姨，所以我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又为什么被迫下放工厂？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吧？现在又来装什么烂好人？舒静，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来，好吃吗？我们都身处在漩涡之中，都身不由己。怎么，身处漩涡就不能选择自己的位置吗？小谭董不是为了自保，早就选择了家族吗？舒静，再给我点时间，相信我，我的审判之剑只在你的手上，你随时可以向我瞄准靶心。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么恶心的话了？小谭董，请回吧。我的母亲，我的事业全都不需要你操心，你现在就给我出去。你在阿姨面前情绪不要那么激动，她受不了外部刺激。哎，静啊，他好的，不坏不坏。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阿姨放心，我一定会陪着您和舒静的。哎，赵师傅，您都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就别干这种重活了，让那些小年轻来就行了。好啦，不中用了。看着你呀，就想起你爸爸当年带着我，那时候啊，我们壮得跟牛一样。你看一眨眼，我们都老了。你爸爸他，赵师傅，我爸要是知道我下场是您带着我，他肯定特别高兴，他肯定会让我跟您好好学习的。我技术呀也跟不上了，想当年呢也带过一个好苗子，那个小姑娘特别的肯干，也爱学习。那些年呢，那个厂里的抽检啊，都是她一个人去跑的。由于她是厂里的骨干，后来呀去海外部了。您说的是？你还不知道啊？就是那个赵柔啊，想当年你爸是最看好她的了。哦，赵柔啊。小谭董还是不愿意跟我合作吗？总是对我冷鼻子冷眼的，人家心里难受。我名下已经被架空了，如果赵副董还打算跟我玩职场性骚扰这一套的话，我无所谓，你现在就可以叫人来围观了。弟弟好狠的心呀！姐姐能有什么坏心思啊？姐姐只是想跟弟弟啊，把这谭氏做大做强。难道弟弟心里只有那女的，就没有这金钱，还有这江山了？有话直说。弟弟要是跟我在一起，我就拿海外部的项目全力支持你。若是弟弟还嘴硬，不光是你，就连那女人，我都会下手的。我最恨别人威胁我，如果你敢对他动手的话，可要做好为自己收尸的准备啊！弟弟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这样让我又爱又恨的，怎么办？我都舍不得了呢。没人告诉过赵副董，男人的领带跟皮带不能随便碰的吗？下次再敢碰的话，可要断手了。
不如赵副董在动我项目款之前，先把自己的项目款擦干净。谁说我的项目有问题？居然真的有问题！赵柔的履历倒是挑不出一点问题，海外部的资金明细都是他的团队把关，一时也找不出大漏洞，都是些正常的资金流转。不过什么？赵柔已经在开曼群岛拥有了 VIE 账户，里面的资金体量不是他们项目组靠赚工资能支撑起来的，他们一定还有别的产业。你把赵柔的海外资料和这张照片传给李书静。我现在怀疑是赵柔的流水出了问题，才要回国内填补窟窿的。你还要继续追查当年赵柔在国内和创洋厂相关的资金流水。但如果他发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该他自乱阵脚。现在池水越来越浑，有些事该水落石出，还当年一个真相。我暗中跟踪过赵柔，发现他和创洋厂前负责人频繁接触。他现在呀，肯定很不希望你在厂里。你这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把它炸了。所以我们要赶紧调查出他当年到底做了什么。这张照片是谭建飞秘书发到我邮箱的，因为我把他拉黑了。他最近怎么样？怎么关心他？谁关心他了？他最近不好过。他被针对了？他最近……算了，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查到工厂里最近有一批面料有问题。李总监终于肯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知道我最近不好过，约我就约我，怎么选在这种地方？你好不好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约你来这儿，是想让你看看，你们谭氏的家业都是怎么被掰弯的。这么僵呀？怕我还是怕海啊？赵柔用创洋厂洗钱，对吧？赵柔的背后一定还有别人，
所以，只有我们合作，才有获胜的可能。合作可以，但不代表我原谅你了。合作愉快，我的公帆。幼稚。团建飞正在查你的海外账户，动手快一点。烧掉3号仓，连灰都不要剩。怪不得呀，你一直想要秋高季的项目，原来这些都是他们要以次充好的证据。糟了，他们在放火！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他们不只想要销毁证据，还要灭口。你先走，就算我今天死在这里，我也不要拉着你陪葬。李书静，你疯了！快走啊！喂，快来救我们！书静。吓我一跳，这里是医院，别瞎喊。谭总，您醒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按您的吩咐去接您和李设计师回家，结果刚到工厂门口，就发现浓烟滚滚的，是您憋着一口气把李设计师拽出来的。秘书刚到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是你昏过去了。拖累人，死沉死沉。对对，可把李设计师给吓坏了，抱着您又哭又喊的。李设计师的嘴真是硬，上一秒说要跟我决裂，这一秒又为我落泪。谁为你？承认心里有我这么难吗？我还真是我跟你心连心，你跟我玩脑筋。不用瞒他，我们资源共享。这是赵柔昨晚在工厂前的录像，我找着您2位，就直接跟着救护车来医院了。我的车停在了工厂门口，赵柔不知道那是我的车。做事不干不净，仓库这批货为什么会被发现？你立刻销毁海外部的所有洗钱转账记录，这次不能有任何的痕迹。你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滚！果然是他。赵柔在海外部的资金出现了问题，想要用国内的烂账给他填平。我不送他进去蹲2年，真是枉费了他这么多年的良苦用心。等等，晚几天吧，我怕他现在进去了，只会说海外部洗钱的事。我想先让他亲口说出当年工厂的真相。2位喝点什么？我在国外待习惯了，我要个夏威夷豆，做美式就可以。做。那这位
给她来杯白开水。她是个药下工厂的厂妹，厂妹能喝出什么味道？赵副董是觉得胜券在握了吗？我能不能掌握国内市场，不是你这个小喽啰说的算。况且今天是你约我来，怎么，在工厂待不住了？我今天约赵副董来，是想聊聊赵副董在国外亏损的项目。诈我是吧？谁说我国外的项目亏损了？我要是亏损的话，谭氏会邀请我空降董事会吗？真是可惜，我本来今天诚心诚意的想邀请赵副董的。谢谢。但既然赵副董不接受的话，我就只好拿着这份文件，找别人把我调回去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是证据。我才吩咐人抹去了痕迹，他怎么会？这家咖啡还不错。我不管你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什么莫须有的东西，你要想查，你尽管查，我看看是谁敢动你。那好吧，赵副董好自为之，告辞。这夏威夷的咖啡豆，您自己慢慢品尝吧。蠢货，怎么还能让人抓住把柄？这点小问题还要我亲自出手吗？您别生气，我觉得他未必找到证据，估计是我刚回国，刚回国总是会有人起疑心的嘛。我会在明天早上之前处理好国外账户的资金和负债，但是3天之内要是还有人能找到证据，那你在公司享受了这么多年，就该做出牺牲了。赵柔身边的神秘人到底是谁？你看最近的这些人好多了，差不多了。是，你要再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赵副董，你怎么来了？是来视察工作的吗？赵董，好，今天送去的布料效果怎么样？没问题，我刚好轮岗，过来视察一下。挨那个里。哎，柔柔，哎呀，你从国外回来了？赵师傅，您一直在这个厂里还没退呢。我早说过了，海外部的赵柔是我带过的。你们呀，谁还敢说我是吹牛的？不敢不敢。藏不住了，李书静居然碰到这个老东西，我的过往已经不是谜了。赵师傅，您先去忙吧，我估计赵副董来找我，有新的指标要跟我聊聊。好好好。还有这边没弄的是吧？我帮你。差不多了。你对谭建飞还真是横眉冷对啊。什么意思啊？你难道就没有想过，男人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也想得到女人的欣赏，还有认可。有话不妨直说。谭建飞在你这儿受挫了，我当然要送温暖呀。谭总啊，嘴上不说，心里啊还是非常欣赏我这个海外部的，当然也会觉得我是个知情趣的女人。哎，你怎么来了？你早说呀，我就不让秘书来接我了。你一会儿先回家，还是直接回公司啊？你想让我回哪儿？我离开公司高层后，你跟海外部接触很频繁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赵柔没去找你吗？他可比我贴心多了，无论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能直接满足你的需求，知情又知趣。哦，吃醋了？
谁吃醋？干什么？谭建飞，这里是医院。哎，我说你还敢指我跟赵柔的醋？我还没跟你说你跟梁羽生的事儿呢。你疯了？梁羽生是我弟弟。哎，你说什么？梁羽生是我弟弟？哎，你起开！进来人了。亲我一口就走。你疯了？你不亲我就不走。谭建飞，你快点。再亲一个。谭建飞，你要不要脸？快点。行了吧？那你说，以后还吃不吃赵柔的醋了？我跟你说，我没吃醋。那也不行，以后该吃还得吃。哎，吃，行了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盘录像带里，您到底想对我说什么？说来，我早应该过来看看你父亲，但又不知道去哪里。想来想去，又回到了这里。这里是他带我入行的地方。当年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平步青云的进入海外部。有话直说，我不想在这里跟你起争执。你跟你父亲的性格真的不像。你父亲是一个随和又和蔼的人。当年我跟他学习那么久，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脾气。所以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选我父亲做替罪羊吗？所以我们李家就活该给谭氏的辉煌做垫脚石吗？这你应该去问问谭建飞。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继承谭氏了。如果他想为你赴汤蹈火的话，他早就应该拿到谭氏的证据了。所以当年那批面料是你们换的？什么面料？我当时忙着建海外部，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的。你还想打我不成？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我真的会忍不住打你的。你们这些地狱里的伥鬼，迟早都会受到反噬。还不滚！李淑静已经知道当年厂里的事，也知道你们海外部洗钱的事了。没有啊，那事我做得干干净净的，他只是怀疑而已。当年谭建飞在那个雨夜都能瞒得住李淑静，你才认识李淑静几天就被他怀疑成筛子了。什么？你是？有怀疑就要有行动，一定要在李淑静找到所有证据之前了结此事。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已经明白了。别逼着我对你的家人动手，斩草除根。凭什么？凭什么？我为他是做了那么多。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哎，你干什么？
怎么这么多天了，一个电话都不打？你是不是觉得到了工厂就不用给老板报备了？我现在在工厂上班，一天到晚忙得很。小谭董是想让我给你报备私事还是公事啊？我可没那么多时间事事都报。好，是我想给李总监报备的。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的经纪人生里只开了一朵花，那就是你。这不嫌害臊？真是干什么？这么多人呢，能不能分分场合？哎，你太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所以我想了100种方法让你来见我。我想着公司要开会，让你来开会；我想着工厂要进新设备。但我每次见到你，我就只能告诉你，我实在太想你了。你真是小孩子。谭建飞，可是我们之间可不只有情情爱爱这么简单。我明白，所以啊，你一定要好好榨干我的所有价值，你要利用好我的所有人脉跟家庭。你虽然恨我，但是也别忘了爱我。看什么呢？是我今天又帅了吗？我在看一只大傻狗到底有多傻。快快，真是。我确定说了吗？海外部欠下了高额债务啊！那赵副董是不是得担责啊？他挪用公款，得算是经济罪吧？一会儿就会被法务部带走，这得判多少年呀？那这要进去的话，对呀，以后都毁了。赵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我们不会被发现的吗？不是说等回国之后把资产填上就可以了吗？他这是现在是要抓我们是定罪吗？怎么回事？都是打工人，等调查清楚了再说。滚开！你说话，你说话，说话呀，说话！你没事吧？你以为我想暴露吗？我就应该去死！所有人都想让我死，所有人都想看我笑话，都想看我笑话。你做得很好，用投资失败掩盖住了洗钱的事。可不可以放我一条生路？我求求你了。但是你记住了，只有死人才能够彻底的保守住秘密。赵副董带领的海外部，在公司挪用大量公款进行个人投资，且全部失败，对公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法务部已经起诉，在座的诸位，有谁收过赵柔的好处？自己去公司言明。没有啊，谁敢呢？赵副董。上次挺我的职，这次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设计总监李书静受赵柔的影响，下派了工厂。我现在以董事会的名义将他调回，在座的各位谁有异议？没有。既然你对当年的事缄口不言，那我不介意以牙还牙，以报还一报。你为什么要逼我？你们当年逼死我爸的时候，不是也没想过给他一条生路吗？今天新闻是你自曝的吧？为了掩埋真相，那我当然要推波助澜一把，这样才好让你在法庭上吐个干净。你跟我上天台，我告诉你当年的真相。
在这儿说。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最好在法务找我之前上来。你究竟要说什么？还不能让谭建飞听到？我当然要瞒着他了，不然他怎么会把录像带内容告诉你呢？你刚刚说什么？你父亲死时，谭建飞就在现场，他是亲眼看着你父亲死的。风吹不走真相，你方才没有幻听。我再说一遍，你父亲死时，谭建飞就在旁边。清醒了之后，就别再说梦话。梦话？究竟是谁在说梦话？明明是你想装聋作哑，去违信那绯色的甜蜜梦境。你想过吗？你一抬头，就会看到那粗糙的麻绳横亘在你父亲的脖颈上，让他不得安宁。说了这么多，证据呢？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就像燃烧过的白纸，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我说证据呢？这不得你自己去找吗？你想不想揭开你那结了痂的伤疤，去看看那鲜血淋漓的现实啊？为什么？你明明说过实力的，你为什么要逼死他？你告诉我为什么？商人的承诺是要由筹码换的，你今晚的筹码呢？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以他当饵，引我上钩。开车。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
无论我干什么，都会陪着我吗？刀山火海，悉听尊便，甘之如饴。那陪我去趟老宅吧。不愿意吗？果然，男人的承诺就像烟花般绚烂，但真让他们践诺时，却止于一片寂静。这里是我的梦魇。这么多年，那一幕就像暗夜里疯长的荆棘，扎进骨血，让我连呼吸都觉得痛。愿世间麦落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残忍。可我没想到，在荆棘中开出一朵不合时宜的玫瑰，让我在血腥中闻到了一丝清甜。有人昨天告诉我，玫瑰的甜才是最毒的毒药。他跟我说，我父亲死时，你就在现场。你信吗？我想听你亲口说，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别骗我。我在。从你父亲动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还不打算放过我的家人？我以为只有谭正恩是刽子手，没想到你才是催命鬼。是我忘了，你们谭家每一个人血液里流淌的都是阴谋诡计。可是谭建飞，你真的好残忍啊！你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让我失去了和我父亲最后见一面的机会。那就让这些阴谋诡计都终结吧。那不仅是你的梦魇，也是我的梦魇。换种死法，别死在我手里，你不配。谭建飞，从此以后，你是你，我是我。
姐。哎呀，人也不在，手机也不接，到底去哪儿了呢？赵柔的死传得沸沸扬扬的，谭氏的海外部到底有什么阴谋？媒体那边我已经通知人压消息了，但古社的涨跌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吧？况且他们海外部确实存在巨大的问题。谭氏海外部居然卖这么大的雷，还说人心难测，谁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啊。人心的确难以揣测，不然林小姐怎么会出现在谭氏？又有什么秘密不为人知呢？你可真是每次都给我惊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谭建飞的婚事早不作数了吧？为什么还要帮谭氏一直压消息？背后还有谁？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商业合作有来有往，我为什么不能卖谭氏的人情啊？刚刚谁的来电？你猜？到底是谁？商业机密，无可奉告。你就不能不参与有关李书静的事吗？你就不能不参与关于谭氏的事情吗？你背后的人见得了光吗？您的咖啡，谢谢。赵柔呢？他是不是在里面？让他出来见我。不能进去。他说了会给我解决问题的。赵柔，你快出来！你有本事你就出来，你别躲在里面，你出来！你们先去忙吧，我来。想让他帮你解决问题，只怕你得去十字路口多烧几道黄纸了。你想让赵柔帮你解决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你是说你妹妹周静死在旗舰店坍塌事故中，公司的赔偿款一直没拿全？是的，不光是我妹妹的，还有许多被裁员的员工都是这样。裁员？可是从账面上看，谭氏经营状况并不差，怎么会大规模裁员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一群人原本是要走仲裁的，但赵柔跟我们说走程序的时间会比较长，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我们摆平一切。我们信了他，可没想到这些被裁的员工都来自偏远的小厂，谭氏表面在裁员，其实在裁撤工程。谭氏到底想干什么？李总监真是1.6米的身高，2米的气场。进上司办公室，连规矩都不讲。规矩是和按规矩办事的人讲的，而不是跟你这种黑心的资本家。谭建飞，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究竟有多黑。挖呀，悉听尊便。谭建飞，我没时间跟你玩这种办公室的竞技游戏。你最好先看看谭氏这些资料，看看谭氏到底在干什么。这些资料你哪儿来的？怎么，打算找到这些苦主故技重施，把人家都逼死吗？谭氏这么大的企业，竟然克扣工人的赔偿款，你说这事传出去，会不会对谭氏的股价造成影响？或许还会有人因为这些资料牵扯出谭氏背后更多的东西，比如谭氏在恶意转移业务线和资产。这些事情我会处理，
你只需要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别再插手其他的事。神殿坍塌那日，诸神离我而去，却唯独留下这双手为你降下神法。我若不插手，岂非辜负了神明？谭剑飞，你好自为之吧。你以为你在追查当年的真相，那不过是照见人心裂痕的镜子而已。当倒影开始蚕食本体时，连求救声都会被吞没进虚无当中。连同你身边的人都会被吞没进虚无，永世不见天日。喂。是李设计师吗？我是赵师傅。喂，赵师傅，怎么了？您能不能向董事会打听打听，凭什么要把咱们创阳厂给关了呀？厂里之前倒是有几个季度亏损，可是现在经营的好好的，还是市里的老模范厂。赵师傅，您先别急啊，我会向董事会提交申请，看看能不能重开老厂区。好好好。你早就知道了对吧？小谭董日理万机，还能抽出空来查封老厂区，是为了掩盖你们谭家那些见不得人、烂在阴沟里的发家过往是吧？李书江，你讲讲道理好不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掩盖当年的真相，我只是什么？只是你们谭氏永远是太阳照不到光的灰色地带是吗？这件事绝不是董事会提议的，一定是有人权力大到越过董事会，擅自做出的决定。我要是告诉了书记，他追查下去会不会有危险？你告诉老厂员工，我会代表董事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什么？我妈今早听到厂子要关闭的消息，自己跑出去了。对啊，李小姐，她一听到新闻里的消息就开始情绪失控，我们3个人都没追上她。你们先别急，先查查监控，我马上就到。好。我陪你去找阿姨。谭建飞，这件事最好跟你没有关系。我不希望我妈再成为任何人的筹码，你离我们远一点。我妈妈不见了，我把我妈妈弄丢了。不会的，阿姨不会丢的，我们帮你一起找阿姨。整个医院我都已经找遍了，监控我也查了，她自己跑了出去，就再也没有被拍到。医院附近僻静，没什么来往车辆，阿姨肯定走不远，我们一起找找，一定能找到她。我们得赶在天黑之前找到阿姨。舒静，你就在疗养院附近找。余生，我们想想阿姨还有可能去哪儿，去离医院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分头行动，一定能找到阿姨的。这最好不是谭氏的阴谋，他们到底要不择手段的害死多少人？谭氏，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赵柔已经为海外部自杀，难不成他们的窟窿还没有填满？那下一个殉葬的人，会不会就是我？哎，你也注意一些。虽说心急则乱，但你可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受伤。放心吧。对啊，谭氏不值得我去涉险。谭总，东西拿到了，那人已经走了。
谭总，我不明白，咱放着谭氏那么大的办公室不用，要在这荒郊野岭接头。隔墙有耳，不得不防。你回去继续调查，到底是谁通过了老厂区关闭的提案？我现在这算什么？有名无实，被架空了吗？对啊，现在董事会好像被无形中的一双大手笼罩着。我会尽快查明，会不会是有人拉帮结派，暗箱操作了什么程序？连同你身边的人，都会被吞没进虚无，永世不见天日。谭氏一直在往海外转移生产线和资产，背后的主使人到底是谁？不是赵柔，不是谭作言，难道是？你怎么在这儿？你把我妈藏哪儿了？舒静，你相信我，这件事情我不知情。我刚刚在附近开车找了几圈，并没有找到阿姨。你刚刚警告过我妈立马就出事儿了，你敢说这是巧合？我敢。我从始至终，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和你的家人。谭建飞，你从来都不只满足于想，你早就付诸行动了，不是吗？你们逼死了我爸，逼疯了我妈，她如今只剩一具混沌的灵魂，但你们却连句躯壳都不愿留给我吗？我的绞刑架就在你的手中，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大可以宣判我的死刑。我不听话，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们？凭什么？我们明明把什么都给他们了，他们害死了老李，现在还要害我和女儿保密的长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为什么？阿姨，为什么？舒静叫您回去吃饭呢。静儿，我女儿，静儿是我女儿。对，她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你是谁呀？我我知道了，你是静儿的男朋友。哎，我在他的笔记本里看到过你的照片，他应该特别喜欢你。他喜欢我？你叫什么名字呀？哦，阿姨，我叫谭建飞。你不是人，你是谭家的毒蛇！你要杀了我们！没有，我不能让你伤害静儿，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阿姨，你是毒蛇！我要杀了你！你冷静点！杀了你！阿姨，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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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阿姨，你冷静一点。杀了他！阿姨，不是坏人。杀了他！没事的，没事的。杀了他！快扶住他！谭建飞，你脑子是不是糊涂了？你竟然去碰瓷一个精神病人，你这样是拿不到赔偿的。哦，那真是遗憾。我本来还想靠这个发一笔横财的。我没有对你母亲动手。我知道，但一时的无辜无法抹掉过去的罪恶。你依旧是地狱中走来的修罗。
医院里那么多医护，你母亲能在那么多人监视下离开，就说明有人故意为之。那家医院已经不安全了。我已经安排我妈妈转院了。从医院到别墅只需要半个小时，你应该明白，有人在警告你。那个人是谁？我不确定。谭建飞，你是不是以为装傻那个人就会收手？你刻意回避的这些，其实早就在暗中蚕食着你，想要将你拖入深渊。你才是我的深渊。谭建飞，我警告你，在你伤口没痊愈前，最好别再胡作非为。我不想你的墓志铭上刻上因我而死。晦气！或许不该胡作非为的人是你。泄露给别人，还有脸待在公司呢？这种人简直就是不要脸。就是，我要是见，就是他泄露我们公司的机密。他怎么可以这样？一大早聊什么呢？这么开心，说给我听听。没什么。你都有脸做亏心事，怕什么？你敢把公司高领设计图泄露给对手，还有脸待在公司吗？泄露设计图？李总监，小谭董请您到会议室一趟。这份文件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米山有这个季度的设计，无论是颜色还是裁剪风格，都跟我们公司高度相似。李总监，这些资料都在你手里吧？公司见过设计稿的人这么多，小谭董凭什么就认定是我泄露出去的？有证据吗？亦或者，这一切不过是您自己的推测？公司看过设计理论的人是不少，不过知道整条设计理念的人，只有你一个。李总监学过设计，应该有人告诉过你，设计元素可能会大同小异，但设计理念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吗？设计应该是神圣而纯净的，我也确实没想过，设计有一天会成为陷害人的工具，而画笔也会成为阴谋诡谲的利刃。除此之外，我还收集了李总监和米筛尔老板吃饭的照片。当然，大家也可以觉得这是跟好朋友之间的聚餐。如果诸位相信的话，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没想到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还是小谭总太大度了，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爬进来，必须将他赶出谭氏。对，把他赶出去。这种人不能留。吃里扒外的东西。设计总监李淑静泄露公司机密，以权谋私。根据公司管理条例，免除一切职责，并保留对其追责的权利。在座的诸位，同意这么处理的，请举手。李淑静，你被开除了。走之前把工牌和门禁卡留下，免得你找到机会，半夜回来偷东西。
点被我撞死。怎么，害怕我死在你车下？害怕是你亲手送我下的地狱？你是不是忘了你们谭家做了什么？我早就身处地狱了，不是吗？就因为开除，你觉得这么做？因为开除？不，是因为你们谭家的每个人都让我觉得厌恶。谭建飞，设计款的事你敢说一句你不知情？吓我一跳！你怎么像个大傻狗啊？这个时间来干嘛？李总监加班到这么晚，是准备多赚我的加班费吗？没需要春季高领，我要亲自跟每一个环节，不然我不放心。这个季度的颜色、裁剪风格还有元素选择都是备选了，还没有敲定吗 ？Plan B、C、D 倒是有的。只是我还不敢确定哪个是 Plan A。刚好，米山药老板我认识。上周我跟他打高尔夫的时候，他说这周末不飞国外。那你帮我跟他约下午茶。我又不是李总监的助理，一点好处不落的事我可不干。谭建飞，这是你们家公司，你们家春季股票涨幅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OK， 所以呢，董事会看的是你的设计稿，这是你的 KPI。除非什么？除非你贿赂我一下。谭建飞，这是在公司。这是在我的公司。你别闹。跟Michelle老板下午茶的位置，也是你主动帮我定的。也对，要不然怎么能拍到角度那么刚好的照片呢？谭建飞，这确实是你能做出来的事。毕竟你也姓谭。每当我想起这些肮脏的时候，你们总会一遍又一遍地跳出来提醒我，谭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多么的恶心。明知道谭氏是一片吃人的沼泽，我却还是跳进了这么低级的陷阱里面。事情总有转机，我觉得谭建飞不会变成谭正恩那种人，或许这事情另有蹊跷。我为什么要去猜测魔鬼家的底牌？如果结局注定是置我于死地，那底牌无非是让我自焚，或是他人将我人间。2点，咖啡馆。他还想解释什么？人呢？约你吃晚饭，今晚就真的只是吃饭。我先去探探谭建飞。哦。你嘛，把握好分寸啊。哦。你迟到了。我又不是你的员工，不需要按时打卡吧？你做我员工的时候，我也没让你打过卡呀。日理万机的小谭董把我约出来，是为了核对我的打卡次数，想要回我的全勤奖吧？
我看你是没看你的工资条吧？你工资条里面可没有全勤奖。你把我约出来想说什么？工厂的事，我欠你一个交代，但事情发展的太过紧急，我本来这次约你，没想过你会出来的。你这么想倒也正常，毕竟是你把我赶出公司的，按道理我确实应该和你老死不相往来，但我总觉得那样便宜你了。毕竟我是你心底的恐惧，你害怕我将你所做之事公之于众，所以你活该日夜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折磨。你确实是我心底的恐惧，但你不知道我为何而恐惧。你现在孤身站在悬崖边，这座悬崖是被天道削平过的善恶城，你哪怕走错一步，都会被刺穿脚踝，让你血流不止，疼痛万分。李淑清，停手吧，别再继续调查下去了。不管董事会背后藏的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攀登者不会因为风声就停止行走，这悬崖要不要走，要怎么走，我自己说了算。工厂那边联系好了吗？行，你今天不用来公司了，派人把李淑静给我盯好，不要让她离开你的视线范围，否则你就要找个新工作了。他怎么回来电话？喂，你把我姐怎么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他给我发了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后就关机了，说风太大了。风太大，攀登者不会因为风声就停止行走。他出事了。什么人？淑静，你怎么回来？我以为你不会来。我的心早已成了你的附属品，你的心跳会随着风声撕开你的藏身体。无论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可你应该知道绑架我的人是谁，这样可能会伤到你们之间的情分。情分？那老家伙躺在那里那么多年，有想过情分吗？8年了，这是你第2次玩这个游戏。怎么，这次你还打算在我另一边锁骨上也留下咬痕吗？你也说了，8年了，我的手段也应该变得高明些了。比如，今天绑你的绳索，系的可不是蝴蝶结。再比如，我还准备了这个，就在这里说说吧，当年都发生了什么？我都说过了，我要知道全部。我懂你，就如同你懂我一般。我知道你有所隐瞒。那如果我不说呢？你会杀了我吗？现在是法治社会，杀人是犯法的，但自杀不犯法。不要！你住手！
愿世间麦落地的下个破晓，晨风下黑夜围剿，迷雾散去找寻光的解药，这路下才人不往来的方向。别骗我。叔叔，你快收拾东西，带着阿姨一起离开。我爸的人马上就要来了。你是个好孩子，回去吧。你还小，别趟这趟浑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从你父亲动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来不及了。李叔叔，你要反抗啊！你想想书记和阿姨他们，你父亲难道连他们都不想放过吗？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到这一步？为什么连我的家人都不放过？李叔叔，与其让别人给一条生路，你不如自己给他们选一条路。现在走还来得及。不，饿狼一旦盯上了猎物，就一定会赶尽杀绝，除非他的猎物死掉，他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李叔叔，你到底想干嘛？只有我死了，你父亲才会放过他们，你明白吗？原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都是因为我，他才会死的。举起了你的笑，好久没见到。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谭氏的错。所以你烧掉录像带也是为了我。人只要背负的太多，就会活得很累。舒晴，我希望你能活得轻松一点，即便让你很少。不知道我们给他准备的那份礼物到公司了没有？现在忽然闹了罢工了呢，你说这是复兴厂是什么厂？我怎么没听说过呀？这么关键的时刻，新闻呐，小谭董竟然消失不见了，谁来主持这个大局啊？谭董，这小子是出息了，竟然逼我回来。董事长，小谭董还没有联系上。不重要，有人比他更在意这个位置。谭副董还在等您。给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等待也是一种赏赐。怎么了，各位？是在等我先说话吗？董事长，留下我，我对你有用。谭副董，
你知道谭氏刚成立的时候有多少人吗？你又知道现在这栋楼里有多少人吗？没有谁敢说自己有用，除非他此刻把价值捧到我的面前。卢森堡的银行账户，希腊的华人工厂，金三角码头，南非的船队，我都可以，只要您。这就是剑飞没有的东西。他不够魄力，也不够狠劲。董事长，您这是不高兴？不，你做得很好，只是我不想要一模一样的2把刀。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被当成赠价之权赶出公司的时候。哼，他是主，你是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变的。但是左岩呀，这狗有的时候它比主子还聪明，因为它经历了太多的危险、磨难和残酷，所以它会更敏感、更凶狠、更果断。只要它不咬主人，它就会在这个家里长长久久。我是狗，但我不做他的狗。董事长，您退出国内市场的时候，我会跟您一起走，他不会。左岩啊，这些年委屈你了。你回来的事情，下周会安排的。父亲，我和他的区别，是因为母亲吗？左岩啊，这个世界是没有天理的，不问不想会舒服些。现在董事会跟股东们都已经炸锅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站队了。谭正恩真是下了一手好棋啊！从赵柔的死开始，都已经安排好一个一个为他背锅了。没想到赵柔背后的神秘人竟然是谭正恩，还有公司董事会幕后无形的大手也是他，还真是蓄谋已久，杀招见血。他的杀招未必就是我们的4局，我一定会找出破绽，将他绳之以法。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惊讶？他做出来什么事都不会让我惊讶，倒是你，现在安静地躺在我怀里，怪得不像样。可是等我们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时光了。我觉得这里此刻就像是个避风港，真希望我们能永远被困在这里。我已经被困住了，困了整整8年。8年，那不烂了？能跟你烂在一起，那真是极好的结果。喂，雨生。姐姐，你怎么半天都没动静啊？
受伤了吗？出事了吗？你不能就让我一直这么干等着呀！李总监还真是心思缜密啊，绑架我，还安排人来接应你。到底是谁绑架谁啊？绑匪是我，死的自然是你。怎么，怕我一上头，把你这里捏碎了？那梁羽生可救不了我。我打电话是为了听你们俩在这情情爱爱的吗？你们有没有人在乎过我？弟弟年轻身体好，死不了。先挂了。李总监，我的身体可不好，经不住你这么糟蹋。糟蹋你的人正满世界找你呢。谁让我们弟弟不开心了？还气得那么可爱。姐姐再请你喝一杯，算是付费陪我。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啊？或者来一杯写诗，我们换个地方，把姐姐喝开心了，姐姐加钱。上次喝的不开心吗？哪能啊！弟弟上次的表现可真是令人难忘的。唉，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干嘛？姐姐上了你的床，还想上你的船，可好？替我告诉那俩失踪人口，他们再不回来，谭氏可就要端锅跑了。到时候留下的烂摊子可比地狱可怕多了。地狱有什么可怕的？还不得给姐姐开条后路？我替失踪的人收下吧。可不能白拿。放心吧，我不会白拿别人的东西的。臭小子！谭总，还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呢。哼，年轻人都喜欢摘玫瑰，上了年纪才会明白，碾碎的玫瑰才有用。谭正恩那个老东西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让我再彻查一遍李淑静的底细，难不成他会把什么关键计划遗忘在办公室吗？何况，告诉你们的头，我出场费很贵的，再这样我就不会合作了。哦，终于良心发现，不肯杀人越货了。你怎么来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收拾东西？你以为我为谁而来的？我要不是担心你，我吃饱了撑的装作整理舒静姐离职的东西啊！我说了，就算是地狱也会给你留后门，你为什么还不撤？可我本就深陷在暴风中心了，所以我要你离开这暴风漩涡，我们都全身而退，你懂不懂啊？林小姐，老谭董说让您去他办公室。哦，知道了。
不要再和他合作了，往后余生纠缠我就够了。知道了，我终究还是站在你们这边了。这不是我的前未婚妻吗？怎么这么快就变弟妹了？想到要和你成为一家人，我可真是犹豫了很久呢。谭家人可不好当啊。没关系啊，我丈夫可以跟我姓，毕竟我说什么他都会答应的。丈夫？大哥看来官复原职了呀。大哥特地回来帮你，弟弟也不知道说声谢谢。看来人力部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招新人都不做背调的，也不看看上一任老板对他是什么评价呀？哦，那我还真想知道小谭董对我是什么样的评价。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像狗一样。小谭董身居高位久了，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很实用。看来大哥也很清楚啊，自己不适合做高位啊。小谭董，谭老等您很久了，李小姐也可以一起。董事长大病初愈，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啊？没人的时候叫爸爸。在公司还是叫董事长，别的称呼我不习惯。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一晃都这么大了。您还是没变，依旧这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哼，你指的是在医院的时候没有拔掉我的管子，再补上2刀。很后悔，现在看到你更后悔了。这人呢，总要做几件令自己后悔的事，才会成长。比对手出手慢，就会死。我母亲走丢也是你的手笔。一份小礼物而已，他还满意。我儿子喜欢你，但不代表他能跟你永远在一起。懂规矩的人，长命。我父亲就是因为太守规矩，所以被你玩弄到死。谭正恩，你不会一直运气这么好，老天很快就会来收你了。收了我，就凭林夕，还有那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转移国内资产，关闭国内工厂，遣散员工，在海外做壳接收核心业务和技术团队，现在还计划卖出公司股份给海外资本。难道你期待董事会看着您做空公司，还举双手赞成？谭氏集团是我的，该怎么发展我说了算。谭氏是这栋楼里所有人的，是无数日夜赶工的工人的，是我母亲的。这谭氏集团，你现在待的地方，是我和你母亲一辈子的心血，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李小姐，你父亲的专利为集团输送了8年的鲜血，现在集团需要发展，延续生命，
不就是在延续你父亲的成果吗？你难道不应该支持吗？你还真是厚颜无耻。我知道林夕给了你们我在海外公司的材料，可这又能怎么样呢？现在谭氏集团的专利、技术、生产线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还有3个小时，美国时间9点，我就会签署股权转让合同。这笔钱足够我再造一个谭氏，再造一个神话。你们守着个空壳跟我谈，不觉得筹码太轻了吗？当年您被逼上绝路的时候，舍弃了我母亲，让她失去了一切，让她一个人在冷冰冰的医院里死去。不过您可别忘了，我是您的儿子。要不要这么多年试试我这把刀变得是否锋利啊？你这个样子才配做我的儿子。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刀口对着我很危险。谭老登，你使诈，不会让你这么舒服的。你放我出去，有本事你就弄死我，把我放出去！谭老登，放开我！谭正，你想干什么？你们猜猜，他的血会不会在3个小时之内流干净？卑鄙！你有时间在这骂人，还不如尽快想办法怎么去救吧。你们剩的时间不多了。他说的对，我们赶紧走。等等，我们到底该去哪儿？现在我们绝对不能慌，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刚才在视频里看到了什么？视频？喂，雨生，蓝岩县广场，我发现林夕被跟踪了，放心不下就跟过来了。姐，我先去救人，你们小心。好，你也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你好，大哥。你干什么？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赶紧走！这附近有没有洗手间呀？哎呦，肚子疼的不行了。林夕，你醒醒啊！看来姐姐要加钱了。姐姐放心，弟弟从来不白拿。
记起了你的笑，好久没见。弟弟的吻技还是要多练。那就请姐姐日后多多指教了。都成全不了。我自语自言说的，你怎么了？你听见过吗？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梁医生，怎么办？梁医生，你不是什么都会吗？你救救你自己啊！林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你别哭啊，哭了就不美了。谁要跟你是最后一命？你混蛋！我才决定让自己爱上你，你让我怎么办，梁医生？你说爱我，林夕，能遇见你，我真的很幸运。你还能再走一遭，该有多好。梁医生，梁医生，你别睡啊，他们马上就到了。梁医生，你不是很厉害吗？就这么小小一刀就挨不过去了，梁医生。你再不起来，我就不爱你了，梁医生。梁医生。梁医生，你快醒醒啊！梁医生，你快醒醒！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林老东西死了吗？我要他死！我本以为我做出了完善的计划，还有你来帮我，我们一定可以推翻谭氏，拉下谭正恩。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我早就想过我会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牺牲的会是你。小朋友，你说我是不是生来注定孤独？所有靠近我的人，好像都会变得不幸。你流了那么多的血，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都做不了。我才是最该死的那个。没有人该死，我们都在努力地挣扎向前。当初是你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他只不过是为了值得的人，做了值得的事。你不是要看谭氏垮掉吗？你不是要看那些人一败涂地吗？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我
我们都想获得新生，带上余生那份义气。自言说的话，你听见过吗？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我不听话，想你的脸。你为什么没醉？总得有人站在漩涡之外，随时将你拉出沉沦。你拉呀！你快把我拉出来！余生还在等他们下地狱呢。别喝了，已经喝得够多了。今天，你给我，我没有弟弟了。我没有弟弟了，我没有弟弟了。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被卷进来。救救我！如果你只是童年，给我多一个瞬间。想你的脸，要还你救救我！亏欠，你救救我吧！永远。想你的脸，如果你还在昨天，哪怕只一个瞬间。想你的脸，我会在美好面前温存每张笑脸。李世俊答应我的事情，可不能食言。可你也姓谭。我知道，但有些事，只有姓谭的才能做到。我们和尤总的订单应该下周签订的，结果他们刚才打进来，还打错了账户。现在公司的账已经被封了，所有的进出款都被停掉，我们也是没办法。海外的账户呢？都受到了影响。按照解封流程，情况可能还要持续1个月。不仅如此，我们还接到了银监会的电话，可能会派督察组下来。混蛋！是你做的，你个小人！怎么，自己做阴险的小事，觉得理所当然，别人做就是阴险小人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谭氏没你想的那么脆弱，过了这道坎儿，会变得更好。你混蛋！礼尚往来。看来谭副董要好好养伤了，免得今后吃不消，
离公司的账被封还有3个小时，我看看你们海外的金主还敢不敢签字。你，谭副董，谭董，请您过去。这个是给您的。谭氏这些核心专利居然都被转移了。弟弟，看来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公司这回怕是完蛋了。谭家人都还没说话，咱们操什么心？你没听说，人家都把公司做空转到海外了，有这回事啊？嗯。是你，谭董呢？董事长最近身体不佳，所以决定由谭副董暂代董事长职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谭董这是决定撒手不管了吗？张董事，我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对公司的一切经营负责，怎么能说是撒手不管呢？谭建飞呢？谭董不在，他也不在了。张董事，你他妈看清楚了，老子也姓谭。可是，走。谭建飞吃里扒外，伙同外人构陷公司，导致公司账户被封。即日起，剥夺董事会权利和一切职务。叫上你的人，准备动手。我后面会把谭氏财务的重要资料给到你。小谭董的决心够坚决的呀，你可千万别动摇。谭真恩把谭氏的核心专利都转移了，包括蜀静父亲留下的。再不动手，我为蜀静守着这个空盒子谭氏有什么用？家专利是最后一批需要转移的重要专利了。谭老一直在等。再给我点时间，我没想到李书静，他父亲死前留了一手，想要完整的专利，必须要李书静本人签字。谭董说了，您不会让他失望的。对，我不会让他失望的，我很有用。你一定要把这话转告给我父亲，好吗？还有，明天的机票在你这儿能不能让我？谭副董别急，您只要把工作完成了，飞机上定然有您的位置。我就是那周助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跟我父亲说说话。他电话现在我打不通，我有点不安心。你们一定会带上我的，对吧？谭副董别忘了，你们是父子啊。对啊，我们是父子啊，我们是父子啊。父亲不会抛弃我的啊，我一定完成任务。林小姐，准备好迎接地狱之门的开启。小谭董听着心情不错呀。刚才看到了一出疯狗挨打的好戏，实在痛快。小谭董太不仗义了，自己开戏让我等着。好戏不怕晚，这不就来了吗？
成了，终于结束了。医生，姐姐厉害吧？谭叔叔，聊聊。看在你能找到我的份上，聊聊也好，要不然这日后恐怕没机会再见了。日后？您拿走了别人的日后，自己还想有吗？难道李小姐还有后招？愿闻其详。这么多年，我时常会梦见那天，父亲还悬挂在客厅中央，母亲发了疯一般的敲打着钢琴，那是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每一个音我都熟悉的不得了。母亲反复念叨着降 B 调，第7个按键需要写得尽然才能准确。哼，风言风语的有什么意义呀？一开始我也以为是风言风语，所以这些年我从未去深究过母亲的话，直到我看见雨生的死，那滩血红得像火焰一样，就如我的梦魇般猩红。你这风言风语的，我听不懂。当初我们家研发的那批新的布料出了问题，人人都说是专利造假导致的，可事实是怎么样的？您心里应该最清楚。第7个按键染了血。我查过创阳厂设备的维修记录，那台机器的参数设置正好就是这第7个步骤的关键，而动过那台机器的就是你，签字确认的也是你，谭正恩，是你杀了我父亲，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一个窃取专利的强盗，一个杀人犯，还想走得掉吗？好啊，那就赌一把，看看老天最后是站在谁那一边。可我不是赌徒，谭正恩，我父亲此刻应该就看着你呢，等着你给他赎罪呢。谭叔叔，您好自为之。喂，你那边还顺利吗？警察已经来了，谭正恩飞不走。我去接你。嗯，好。发生什么了？你还好吗？为什么发给我？没事儿，手不小心被夹了。一会儿见。谭左言，这一切啊，终于要结束了。你也
没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吧？你想干什么？都是因为你，我才被抛弃；因为你，我才变得一无所有。都是因为你，我连狗我都做不了。你说我想干什么？谭正恩从来都没有想过带你走，他自己都走不掉。你放屁！陪我一起下地狱，你死了，谭建飞也活不成。我都能想象得到他看见你的尸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真是太美妙了，太美妙了，太美妙了！你要去哪儿啊？谭建飞就在路上了，你不怕他找不到你吗？嘘，我该让你怎么死，他才会更伤心呢？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谭作言，我是狗。狗！从小到大，我什么都没赢过，但这一次，是我赢了，是我这条狗赢了！别打！你会把他打死的，谭建飞！我差点就失去你了，别离开我！就是要下地狱，我也要陪你一起。你抱得太紧，我快被你累死了。这次换我捆住你。那你记得要绑个蝴蝶结。接下来就把它交给法律处理吧。我又记起了你的笑，好久没见到。这么多年了，李总还是第一次主动约我来这种地方。小谭董平日正忙，我怎么好意思约你啊？那以后我就解除掉总裁的工作，天天陪着你。别以为你今天穿的这么性感，我就会信你的鬼话。我要把我余生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那我就期待一下。哪怕只一个瞬间，想你的脸，我会在美好面前温存每张笑脸。失去的你，再见。